你不知道我是谁吧？我是猫猫，迟早要统治这个世界的王者。现在暂时住在奴隶这里，不过到现在出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。唉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了。你一定很想听我讲故事吧？那今天就来讲我跟奴隶是怎么认识的吧。自从我有记忆以来，我的使命就一直是扩张我大猫势力，占领地球。然而，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地球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，所以在来到这里之前，我跟我的队友们必须在母舰里接受最长最严苛的训练。这些训练包括动态视力、耐饿度、跳跃，还有发出使敌人瘫痪的声波。终于，我们在第65天收到了退役通知，但真正的任务才刚要开始。我与另外5名队友随着光走过去，降落在地球上。我们一落地就与地球上的队长接应上了。队长是一只长期在地球进行监控工作的资深猫，对人类已有深入的了解。接下来也会负责维护我们的安全、消毒，还有粮食分级。同时，为了避免我们一次性的被灭团，把我们分散到了各个据点。我被安置在一个菜市场，那里白天非常多人类，我都会躲在暗处观察他们。晚上队长会带着食物来，我们会边吃边交换当天的情报。这样的生活大概过了1年半，直到有一天队长没有出现，我很担心队长是不是出事了。就这样过了好几个礼拜，这阵子我都只能吃一些生肉渣跟喝雨水。看着自己逐渐消退的体力，我想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我决定主动去找队长跟朋友。我需要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才能看清楚环境。哇，好可爱的猫猫哦！你怎么会在我的车上？你在干嘛？是卑微的人类。等等，虽然我不能泄露出我要占领地球的任务，但现在的我很虚弱，需要一个庇护所跟食物。这个人类说不定可以帮上忙。所以我当下做出了决定，开始绕着这个人类转，并发出使敌人瘫痪的声波。我回来了。你怎么捡了一只猫回来啊？北鼻的前男友因为作者私信不讲话，所以是透明涂层。他就在我的机车上啊，而且他好亲人哦。我想说外面很危险，就先带他回来。你怎么知道它不是其他人的猫啊？我明天带他去给医生检查，看看有没有疾病不就好了。看来在巢穴里住着另外一个公的人类，但他好像不想让我留在这里。第二天，奴隶带着我去了医院，请医生看我身上有没有晶片。医生说他没有晶片耶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呢？我想养它。哼，你真的有能力养一只猫吗？你真的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你这么粗心，赚的又不是很多，我不觉得你能够照顾好这只猫。我劝你还是认清事实吧，乖乖把它放到网络上面，看有没有人要认养比较好。好吧。这女人搞什么啊？我钦点了你当我的奴隶，你竟然还要把这个无比的荣耀让给别人，你疯了吗你？乖乖哦，我把你的照片放到网络上去了。你那么可爱，一定会有人愿意照顾你的。算了，你既然要放弃这个大好机会的话，随便你。哇，好快哦，好多人回应哦。猫猫，你好受欢迎哦，好多人想领养你耶。你一个人很孤单吧？好啦，既然你那么想留下来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只好把你留下来咯。我才不是因为感受到他的孤单才愿意留下，我只是懒得再去驯服另一个新的奴隶而已。第二天，奴隶又把我带去了医院。哦，打晶片要500块哦。对啊，或是你们是新北市市民的话，打晶片有补助哦。我是新北市市民，可以打我的名字。这样好吗？是我想养的猫咪耶。可以啦，反正我们住在一起，打我的还不是一样，还能省500块耶。好吧。结果为了能省钱，我被登记在工人业名下，殊不知后来也变成一个大麻烦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奴隶很认命的工作赚钱，买食物给我吃，还盖了一个专用的厕所给我上。白天奴隶去上班，只剩下我跟那个工人类，他跟我一样不用出去工作，每天就是盯着那个小方盒子看，看累了就去睡觉。晚上奴隶回来了，会带食物给我们吃。看来在人类的世界里面也有奴隶的制度，但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分享的感觉。你要不要出门去找个工作啊？我有啊。什么？我在操盘，这是股票，你懂不懂啊？可是你都没有赚到钱啊，房租水电都是我在缴，你也帮忙吧。干嘛算得那么清楚？我有赚一定还给你的啊。你每次都这样讲，去找工作比较实在啦。我看着他们这样吵吵闹闹了半年，奴隶似乎不是很满意这个工人类。终于在有一天，我跟朋友约吃饭哦。好哦，
出门小心。喂，喂，我真的受不了你了！我现在回到我台南的家了，我不想再看到你，请你这2天分手。你要分手是不是？好啊，那你把猫还我。什么意思？猫猫是我的，你原本就没有想要养它。可是它的晶片是注册在我的名字底下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只是想要拿这个来当借口报复吧？我看着他们这样争吵了好几天，他们2个人似乎是在争夺谁要当我的奴隶。后来，工人类似乎放弃了当我的奴隶，同意把我的名字改到粉红包包头名下。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就这样，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房间，过着安稳的日子。没有工人类的日子，奴隶心情似乎放松了许多。我常常看他对着小盒子的一个小黄人漫画傻笑。唉，不过他们2个的相遇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好了，谢谢你听完我的故事，讲出来舒服多了。不过也很抱歉，你现在知道我要统治世界的秘密，我也不能让你再活下去了。唉，对不起喽。